我現在在尊界 V800後排，是你的腿这個鞋，這台車啊，實在是配得上尊這個字。現在是不是滿意呢？那今天呢，一起看看這台車有沒有可能讓 LM 這些車以後連30萬都不用加。老闆，上車吧。車長啊，差一丢丢就5.5米了，轴距3430，而且它不是那种很高很窄的風格，整体的体量感還是很大的。那咱們做一台 MPV 要的是不是就是從車上下来萬眾矚目的那種感覺？這個它一定是能做到的。這個前臉大家感覺怎麼樣？這個大標啊，大到已經跟我的臉基本上一樣長了。然後它裡面呢是用了這種紋理的工藝，漫反射的燈光，外面是立體的4条水晶的橫置的日行燈，它拉長了整個我们前臉的这麼一個寬度，所以顯得這台車呢其實沒有太強的那種 MPV 的即視感。然後縱置的星河的大燈也是一個雙百萬像素的全彩色頭等大燈。其實從現在這個前臉上，我們能看到後面尊界 SUV 的顏值。這台車竟然是我認為鴻蒙智行裡面顏值蠻高的一台車了。同意我的寶貝們可以扣個1。這個尾燈感覺怎麼樣？是不是沒有見過？這個尾燈它現在是一個全彩色的屏幕，你看這個鳳凰飛走之後啊，就這個空白的樣子就是我們停下車之後的樣子。然後它配合了3顆水晶的紅色的燈，形成了一個整體的這麼一個燈帶。然後它整體尾部的造型呢，我覺得算是比較天圓地方。後備箱感受一下這個後備箱的深度，大家是不是滿意？首先啊，這兒有2個鍍鉻的小掛鈎，就你可以打一個網兜，把我網在裡面。然後另外呢，這邊有一個帶推拉扶手的儲物空間，進深大概是15公分左右，就大家可以在裡面藏點亂七八糟的東西。下面有一個打開的儲物空間，這兩邊啊對着的2個隱藏的3公斤的小掛鈎燈。然後這邊呢是控制我們座椅折疊等等的功能性的按鍵，然後這邊有一個點烟器的接口，並且這個設計挺好的啊。其實它這個罩就是一個很普通的塑料的罩，但是因為它点烟器接口不是會發光嘛，所以你給它放上之後，哎呀，整的就跟那磨砂的水晶似的，就看上去很精緻。但其實呢，它的成本還是挺便宜的。然後這上面2個眼兒之後，你在上面可以接一個那個掛鈎，我們之後可以掛衣服，怎麼樣？大家對這個後備箱是不是滿意呢？哦，另外就是我現在這個下沉的空間啊，你把這個3排座椅折下來的時候，這個座椅是折在我這個位置的，就完全可以折平，所以其實你是可以擁有一個平整的後備箱的空間的。那当然啊，這個後備箱也是可以通過各種亂七八糟的方式，還有這個位置一鍵就打開的。柄骨，其實這台車啊，它是給你提供了4種轮毂可以選擇，但我覺得啊，柄骨才对味兒，或者換成那種多辐條的，就強調一個豪華鍍鉻的感覺也是 OK 的。然後4款輪毂它都配的是這個可以懸浮的輪毂蓋，用的米其林 E-Primacy 的輪胎，主打一個舒適。這台車的顏色我選了一個我自己比較喜歡的黑金配色，因為我覺得 MPV 嘛，就還是黑的會更有氣勢一點，或者白的啊。另外你們看啊，就它鍍鉻的裝飾，整個的車窗，整個的門把手、後視鏡、感知元件、下腰線，就加上這個柄骨啊，就是它把這台車整體就像是一件衣服用首飾給點綴起來那種感覺，就還是挺好看的。扶手呢，看沒？幽幽的燈光是這種漫反射的，只不過现在我們燈呢比較強，所以你看不出來。那其實這台車從燈光上面、光毯等等都是有的，只是我們現在因為比較亮，所以看不出來。顏值從1到5，各位老闆給打個分，打完分請上車。上了這台車的後排，大家第一感覺是怎麼樣的？我第一感覺就是為什麼這台車沒有4座？因為就是它整體給你的這種豪華感的傳遞，確實讓你覺得這應該是一台4座的會更尊。但是現在這台車呢，依然是一個7座的 MPV 的版本，然後同時呢，它也中間是沒有這個物理的隔斷給你隔開的，因為它還是要顧及很多家庭的需求。但是後期啊，它有可能會出4座帶隔斷的版本，這個咱們後面再說。這2把座椅的這個舒適和寬大程度啊，表現還是不錯的。你看這個座椅就能看出來，它上面的這層牛皮，它其實是做的比較軟、比較鬆弛的這種感覺，所以你躺下來的這種柔軟感
是很在線的。然后它底下的承托感不錯啊，它不是那种直接一下去就软塌塌的风格，并且你看它这个腿托，它是这樣的設計，所以讓你感覺你整體渾身的觸感都會比很多 MPV 確實要更柔軟一些。然後這個座椅的功能就是重中之重了。首先這邊是一個可以打開的屏幕，然後通過這個屏幕呢，我們可以完成這個車上所有的這麼一個控制。這塊小屏幕它是不能拿起來的，然後這邊一摁就是你的背托，然後一鍵我們可以直接把這台車變成隱私模式。我們的遮陽簾關閉，然後我們前邊的隔擋，還有我們後邊那個尾擋，它全部都會電動的關上。就之前呢，咱們正常是要麼你就是星空頂，要麼你就是天幕，對不對？現在等於這台車它是首創了一個可以打開的星空頂，而且它不光可以打開啊，就是它上面的這個星空呢，你也是可以 OTA 或者 DIY 的。比如說我是天蠍座，不知道你是什麼星座呀？那你的星座就可以直接閃亮在你的頭頂上。下回你跟人聊天的時候，你跟老闆不聊這個正經事兒，你說，哎，趙總，你是什麼星座呀？啊，我是水瓶座。然後你現在馬上小一小一給我打開水瓶座，咔家伙，你的水瓶座就上來了。你就說趙總的情緒價值是不是此刻被你拉到了滿分？這是不是你馬上就談成了？所以這個是一個隱藏功能，但這我瞎編的啊。後續我覺得它應該 OTA 一個星座，這樣比較好。那另外整個這個後排空間，我不知道大家第一眼看見的是什麼？有沒有人看見這個燈？整個這台車最喜歡的就是這顆燈，它這個是一個 C 柱上面的壁燈，它是一個水晶的，全車一共是24處水晶，然後這是其中的2處就對着的，非常的有就是你家裡壁燈那種感覺，我覺得還是挺好看的。然後另外呢，現在所有我們車內的燈啊，它都是手勢觸控，這兒是一個移動的水吧的位置。這打開呢，你能看到它現在是一個咖啡的膠囊機，所以它是可以支持我們在車上去做咖啡、做茶。不知道你們覺得這個功能是不是有用啊？然後同時這塊屏幕呢是可以點擊彈出的，對吧？這個大家都很熟悉了。你彈出之後，你專門有一個熱水飲吧。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擔心說，如果車上面可以直接接熱水、接茶水的話，會很髒。那它呢也是一個自清洗的，不用你洗，就它自己裡面有一套自清洗的系統。然後下面這是你的冷暖箱，跟你的整個吧台呢就形成了一個水吧系統。不知道大家對這個水吧是不是滿意？然後你的座椅的這邊只有2按鍵，一個按鍵就是去打開我們的這個隱私模式，還有一個按鍵就是聲頓，去攪亂你的聲頓的，讓前面聽不清你說什麼。哎呀，就是你跟趙總在後面說點秘密也是可以的。那像我們之前知道的鴻蒙智行上面一些比較高端的車型的功能，比如說像手勢啊、車窗這些變色啊等等、追光啊，這些車都是有的。我把這聲頓關上了，一個隱私，一個聲頓，這2個物理按鍵是在你這個位置，還有包括你門板這個位置，它都直接給你的，所以它傳遞給你的就是你的隱私，肯定還是最重要的。然後上面呢就是我們車門的開關按鍵，這個內飾的顏色呢是一個偏棕色的內飾，同時它的木頭用的都是實木，是這種葡萄木吧，大概是，咱對木頭也不是特別的懂，有懂的朋友可以打在這個評論裡。總之它的木頭的材質的選擇是根據我們車輛內飾顏色的選擇去做的，挺漂亮的，有那麼一點點老車的味道。我們的整個這個座椅啊，這邊一打開是你比較優秀的小桌板，1折、2折。然後這個3折我太喜歡了，這3折是一巨大無比的化妝鏡，各種角度啊你是可以調節的，小的女生的化妝台或者是牛馬打工人的電腦桌都是可以的。這邊我們座椅調節的按鍵都是水晶的，然後這兒它還給你放了一個小的這個儲物的隔斷，之後你可以一鍵打開我們的零重力座椅。就它這個腿托呢，用一個詞來形容不太高級，就是特別的敷囊，你們懂吧？所以它在觸碰你腿的時候感覺異常的柔軟，而且它很寬大。這個腿托的面積我覺得應該是我目前見過最寬大的一個腿托了，它有點像一個大靠墊的這麼一個感覺。現在就是這台車最舒享的一個狀態。哎呀，我的身高穿鞋是1.75米左右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，如果你是一個1.85米的男孩，你在這個後排坐着，其實你的腿也是可以完全放平的。但如果你的身高再高一點的話，這個腿托可能會稍微有一點點短，因為它剛好卡在我的腳上面。然後這邊啊是你第3排的一些物理按鍵，通風加熱按摩，還有水晶的調節的按鍵，還有一個 Type-C 接口。所以其實你是可以用這個第3排 Type-C 接口的，並且這邊也可以直接把第3排的
遮阳帘放下来，這個空間感還是挺不錯的。這邊你能夠摁到的一個按鍵去調節這個2排座椅的位置。發現沒發現它這個座椅是怎麼動的？它是外軸去動的。我們現在是個7座車，但是呢，剛才你看我們這2個扶手是比較貼的狀態，对不对？那你第3排過人是怎麼過？是因為2個座椅往前推的時候，它不是直走的，它是Y字形去走的，所以它会尽可能的把这個過道給讓開，讓你去通往第3排的這麼一個狀態。另外，這個車還有一個特別有意思的功能，就是你們看這裡。首先，這是一個非常舒適的羊毛的大腳墊，但這不是重點啊，重點是在你舒適的羊毛大腳墊的下面有一個電動的放鞋籃兒，就是你可以直接把這個鞋拿起來之後放在裡面，就是這樣的感覺。怎麼樣？這個是不是挺香的？然後你們是不是覺得這個按覺得特別的就不夠優雅？你說我怎麼能按呢？对不对？這個其實後續也應該是手勢功能可以加持的，但是他們還沒有研究出到底用什麼手勢啊。大家可以給個建議，比如說你可以叮叮，然後它就起來了，或者你畫一個圈它就起来了，都是可以的。而且在這個位置還送了你一個非常精致的鞋拔子，等於你有一系列的操作過程啊，就是你一上車覺得哇我的脚好累，然後你就脱下來，然後直接摁放下去，然后等你穿上的時候呢，你就一摁把它拿起来。当然我是不用鞋拔子，但是你也可以啊，就是整着一拔，然后再一插，完成一套轻鬆的換鞋的工作。所以說，現在整個這台車的後排，大家看沒，是不是有很多我們之前在 MPV 上沒有見過的功能？因為 MPV 嘛，主要就是看後排的這麼一個尊感和體驗，所以大家感受下來，覺得這台車100萬 MPV 夠不夠格？簡單大家看一下駕駛位的感覺啊，這邊一個賊大的燈門踏板，包括其實你所有的踏板啊都是這種鋁合金的，所以它給你這種駕駛位的感覺的豪華感，我覺得挺到位的。然後包括這邊都是這種亮鍍鉻，方向盤它是一個雙色拼木的，就等於它外面那圈都是實木，然後上了一個亮色的封层，有一種司機也很尊貴的感覺。而這邊啊全部都是實木的。另外呢，我們車上的這些水晶件跟這個尊界 S800上面都是一樣的，鍍鉻的這些裝飾件也是不灵不灵的。然後這個位置它有一個關門的按鍵，叮一按，它這不是關門的按鍵，哎，它這個是專門就是開這邊這個門的按鍵，就在這個位置，一開一關。然後你後面的門的位置是在這兒，就為啥要做一個最快捷的開副駕門的按鍵呢？這個我有點沒搞懂哎。我們這台呢增程的動力，896線激光雷達，全車一共40個感知元件，用的是图灵的龙行平台。同時这台車呢也會用上800伏的全主動懸架。一台帶主動懸架的 MPV 坐起來會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體驗？那咱們就等到下次試駕的時候再帶大家感受了。那不知道大家看完這台車靜態啊，覺得現如今還有沒有必要加價去買埃爾法和 LM 這樣的車型呢？那最後呢，感謝大家收看這期的一起來電，我是野生依依，我們下期再見。